大家好，我是小麦，今天是我一天都吃什么的第2期。这一期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平常早餐都吃什么。在我开始健身之后呢，我的早餐基本就已经固定下来了。每天早上就是麦片加牛奶，再加一点花生酱，再配一点水果，然后还有一些煮鸡蛋。我知道很多小伙伴都有这种困惑，就是不知道自己早餐该吃什么。有很多小伙伴都会去选择白面包，再加上榛果巧克力酱或者是草莓果酱这种的。但是呢，其实这2个酱呢，其实都非常的不健康。你仔细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，它糖含量非常高。我希望通过今天这个期视频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平常早餐都在吃什么，也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。希望能让大家吃得更健康，而且营养更全面一点，好吧？那就现在跟我一起去厨房看一看我都是怎么制作的吧。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明天早上燕麦的选择。除了上期跟大家介绍的燕麦以外呢，我还会选择这一款。这款燕麦呢，它不只有燕麦呢，还有大麦、黑麦，还加了奇亚籽跟亚麻籽在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个吃起来就会比之前上一款那个燕麦吃起来口感会比较丰富一点，而且它加入了奇亚籽和亚麻籽呢，吃起来也有油脂的香味儿，不像之前那个会比较的寡淡一点。而且这款燕麦呢，是我找了很久才找到的，因为我在就是燕麦那个区域呢，有很多的都是加过糖的，这一款也是跟之前那款一样，是一克糖都没有的，而且它里面蛋白质含量还挺高的。这一款做起来也比较简单，直接用开水泡5分钟左右就可以泡熟了。除了用开水泡的方法以外呢，我们还可以采用微波炉直接加热的方法，或者是做隔夜燕麦，味道也还不错。其次呢，这款燕麦呢，它是独立包装，每一盒里面有8小包的这个燕麦，也比较的健康和卫生。在加热完燕麦之后呢，我会放入1大勺的花生酱。这个花生酱的选择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是选没有加过盐也没有加过糖的这种花生酱。大家可以去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里面去看，糖那里面不是10多克的那种糖，就是几克糖，就是花生本身自带的那个糖是没问题的。这个花生酱我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花生酱它本身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它脂肪比较多，但是它的脂肪呢是好的脂肪，不像猪肥肉啊或者是肥牛啊，像那些动物里面的这个肥肉呢，它是饱和脂肪，对身体呢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好处的。当然了，它既然呢是脂肪，大家呢也不要吃太多，这根据你自己的健身的目的来决定。如果你是在增肌或者增重的过程中呢，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，但是对于减脂期的小伙伴呢，花生酱的量还是要控制的。其次呢，花生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蛋白质的来源，它每32克的花生酱里面就有8克的蛋白质。最后我会加入一点牛奶，我这款牛奶是全脂奶，而且它比普通的牛奶少了1半的糖，多了1半的蛋白质，而且它没有乳糖。牛奶的话，大家在自己的日常饮食中呢，最好能加入进去，因为它是天然的蛋白质和钙质的优质的来源。其次呢，再跟大家说一下脱脂奶和全脂奶。有些小伙伴可能为了减肥就去选择脱脂牛奶，但是大家有没有仔细去看它们的营养成分表？你仔细看的话，会发现脱脂牛奶的糖的含量呢，就会比全脂牛奶糖的含量要高很多。就是因为在脱脂的过程中呢，它把脂肪脱掉以后，这个口感也顺带的去消失了。所以它需要用更多的糖来弥补这个口感上的缺失。其次呢，就是像维生素 D 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呢，在脱脂牛奶里面基本上含量也是微乎其微的，就是因为你在脱掉脂肪的同时呢，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也一起流失了。所以大家如果在可以能接受的范围呢，最好尽量去选择全脂牛奶。如果实在是有减脂的需求呢，可以选择半脱脂的牛奶来代替脱脂牛奶。
我会配一些水果跟我的燕麦一起吃。选择水果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，其实我本身很喜欢吃糖，但是为了身体健康呢，就不吃这些添加糖了，所以我需要通过水果中的天然的糖来满足我对甜食的这个欲望。我会选择这个黄金猕猴桃，或者是橙子，或者是苹果这些吃起来有甜味的水果。其次呢，我选择猕猴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非常的高。对于维生素 C 这种触手可得的这种维生素呢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就从新鲜水果和蔬菜中获取就好了。尽量不要去买维生素 C 的补剂。对于水果呢，再跟大家多说两句。成人每天呢吃的水果量呢是200到250克。大家第一呢就先不要吃超标，其次呢就是吃新鲜水果，它不只补充维生素，它还能补充非常多的膳食纤维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呢，这就带出来一点就是，我平常是从来不喝这个新鲜鲜榨的果汁儿的，是因为鲜榨的果汁儿呢，不管它再怎么打的再精细，还是会损失一些纤维的。这些纤维对身体是非常好的，大家尽量把它都吃下去。其次呢，喝果汁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大家想想，一个橙子能榨出多少点果汁？你为了能得到1杯果汁的话，你可能会做4、5个橙子，去榨4、5个橙子去榨这个果汁儿，所以呢，你无形中就会吃进去很多水果。虽然我之前说过，水果中的糖呢是不像这种添加糖来说那么危险的，但是你每天还是要控制量的，你吃多了，它毕竟还是糖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大家尽量去选择吃这种新鲜的水果，而不去榨汁儿。为了给我的早餐增加更多蛋白质呢，我还会吃煮鸡蛋，我每天会吃3个煮鸡蛋。关于鸡蛋的谣言是非常多的，比如说什么红皮儿的要比白皮儿鸡蛋有营养啊，什么柴鸡蛋要比养殖的蛋鸡下的蛋更有营养啊之类的。这里跟大家辟一下谣啊，对于鸡蛋来说，不管是红皮儿、白皮儿的，还是柴鸡蛋，还是普通蛋鸡下的这种蛋呢，通通的营养价值都没有特别大的差别的，都差不多。所以大家买鸡蛋就一个原则：干净卫生，捡便宜的买。这样是不是就发现自己可以省了1个亿呢？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鸡蛋的做法呢，我是只吃煮鸡蛋的。其实打个荷包蛋也还不错，但是呢，不太推荐煎鸡蛋吃。煎鸡蛋首先不是说因为高温会破坏一些营养成分，主要就是因为煎鸡蛋用的油非常多，所以呢，这无形中会增加你热量的摄入。所以呢，大家还是尽量选择像煮鸡蛋或者荷包蛋这样，少油而且能保证鸡蛋的营养的完整性的这种做法。好了，那今天的早餐分享就到这里了。我知道我这个早餐不管是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非常的不好吃，但是呢，大家如果能尝试去坚持着吃这样的早餐呢，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呢确实会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变化。我这个早餐它因为燕麦含量比较多，而且燕麦又是个低 GI 的食物呢，它会一早上为大家稳定的提供能量，不会让你的血糖产生波动，这样会让你的一天的精神呢都会非常的好。大家如果不信的话，可以去试一试。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顿早餐呢，跟大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，就是吃早餐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并不是非常的复杂。只要搭配的好，我们也可以同样吃出非常好的身体。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接下来还有一期就是我午餐吃什么，请大家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